嗨大家，今天这集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旧衣改造。这件灵感来自于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件 Anthropologie 的洋装，在二手店看到这件洋装的时候就觉得很适合它，比我原本穿的尺寸还要再大2个 size。但是因为它原本就有一些设计，所以我在复制的时候没有办法100%还原我喜欢的那一件洋装，但是感觉还可以啦。看来看去，第一个比较好处理的是腋下这个从袖子一直到下摆的接线，可以先拆掉。再来，我也想要改一下肩线的位置，还有袖子的长度。最后一个要改的就是裙子的长度了。那我们来看做法吧。按照刚刚解释的，我先把这边的接线剪掉。接着呢，也把袖子前面的这一块布料剪掉，然后呢，就可以把前片后片摊开，这样找到接缝袖子的那条缝线，然后把它们剪开。在剪下来之前，我都在袖子的接缝前片后片的方向做了一个标记。试穿一下，在这边画一个新的肩线。两边都画一下，然后取个中间值应该就可以了。等一下测量一下，这是不是我想要切的地方？先测量肩宽加缝份的长度，再测量胸围加缝份，还有加3到5公分的活动空间。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弧线稍微做定位，加上缝份之后做剪裁。我每次在剪这个袖子口的时候，都好像操之过猛，有点挖得太深了，但来不及了。现在回头看，觉得这个曲线真的长得蛮奇怪的啦。不管怎么样，我拿前片剪下来的那些布料来对齐后片，然后重新画了一条要剪裁的线。通常后片会比前片要再多一点点布料，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记号之后，有把它再挖浅一点，没有挖得这么进去。本来想说应该是按照自己的胸围、腰围跟臀围去做测量，现在想一想，因为这一件的开口就只有在这里，然后我想要做 A 字裙的大小，所以我应该测量臀围这边的为基准，然后慢慢的往上缩就好了，然后不要小于自己的胸围，再加活动空间。至于活动空间大概是多少，就因人而异吧。我猜，我本来想要拉出以前上课的数据，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因人而异。我动作比较大、比较粗鲁的话，我就会想要留比较多的活动空间，所以我可以先把袖子缝合上去，剪裁出自己想要的那个长度。袖子对着一起放，然后一起做剪裁。这座山呢，如果越高越凸的话，就代表它袖子往下的程度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它开一点的话，就是这座山要再平缓一点剪裁才行。我就觉得我的袖子好像可以再剪平缓一点。长度呢，就是你想要的那个长度再加缝份，然后从3角下往下量，然后两侧都对齐之后画一条直线切过去。袖子在结合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拉扯，不管你有多小心，它一定会转弯的时候拉到，所以我在弯曲的地方，袖子接口跟袖子的这个上缘的部分，全部都用平针先缝过一次，这叫固定缝。然后之后呢是会直接藏在缝份里面的，所以我们就靠着边缘缝就好了，然后到最后是不会把它拆掉的。没有剪裁掉的那些接缝的线，我也在这时候全部裁掉，然后就可以在袖子接口的地方也先稍微固定缝一下。因为还没有确定袖子口要开多大，就是两侧有没有要缩减，所以我就想说先对齐上面这条肩线的地方。刚刚的做法就是直接袖子对折，然后在中间这边做一个记号。等一下就把这个对齐到肩线，然后我们要用它原本的那个平接缝上去，所以是背面对背面，然后再翻到正面，再缝一次正面。在基础课程、基础操作那边有跟大家解释过，所以我这边就不多说喽。这里其实是用哪一种拼接法都没关系，平接缝、仿平接缝，或者是一般的就是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的一条平针也可以。总之这样子袖子就算半完成了。现在试穿的感觉还不错，但就是有几个我刚刚才决定的小事情。说想要做 A 字
裙的感觉，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改这一条了。因为如果这一条把它缩小，变得跟那一件灵感来源的裙子一样皱皱的话，前片会整个缩小，口袋的高度也没有办法调整。我本来是想说要直接这样提起来，可是这样就没有达成我想要的这种感觉，然后又可以保留口袋，除非我决定把口袋拿掉。但因为它原本下面的裙子就已经有一点弧度，所以如果我把口袋拿掉的话，裙子会变超级短，就只有这样子的长度而已，就不是我想要做的那个样子了，所以我必须舍弃那个皱皱的感觉。所以没关系，因为如果前面做皱皱的，后面不做皱皱的会蛮奇怪的，所以就决定直接从这边这样子裁切掉多余的这种布料，然后跟后片接在一起，然后就来改长度，有点可惜啦。但也没关系，直直的也可以。然后这个地方我就想说，就直接往上翻折2次就好了，或者是车边之后往内折1次，然后再缝1条也可以。我要先做袖子的收尾。我考克完袖子的边之后，就往上翻折了大概半寸左右，缝1条平针，然后侧线呢，我就在臀围的地方做一个标记，然后直接在接缝袖子的地方连起来画1条线。前片后片都用相同的做法，然后就可以把它们拼接在一起了，沿着袖子到腋下，一直到裙子下摆。试穿起来感觉还不错，然后就可以把里面收线了。然后脱下来之前，先来做个记号，我想要的长度。手放下来之后，2寸1寸左右。这里，然后再来留缝份，再来剪。两边感觉好像有点不一样长，不知道是我拉的还是它剪裁上就是有问题，两边有点不对称。但是等一下把下面下摆收好，应该就没事了。OK 的。我刚应该先剪到我想要那个长度再来考克的，这样就可以少缝一小段。然后在接缝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胸绳啊什么的，现在要拆开就有点麻烦，就是想要偷懒了。刚刚那条线记号做在这里，我把它对折之后再来一起剪裁。刚缝完下摆的时候，发现它不是袖子，我在说什么？领子这边有破洞，它后面缝的还蛮乱的，留了一大堆内里的东西裸露在外面，所以我决定要拿袖子拆下来的这块布来剪一个新的领子。后来发现这块布料不够长，不足以剪出一个完整的领子，要么就是要拼接，要么就是我后来决定的要做一个假的领子，只有前面有而已。领子的剪裁我是用之前做过纸样测试员的时候测试的一件洋装的领子。单边领子需要上下2层布料，所以总共剪裁出4块布料，然后也剪裁出一些3公分宽的滚边条。先把滚边条拼接起来，长度是包覆整个领口的长度，再加缝份。领子就按照那个设计师的做法，把它做好之后拼接到上衣上，应该不是拼接啦，是固定缝。拼接讲太顺了。接下来只要把滚边条正面对正面的把它缝在领口那一圈。滚边带的头尾呢都留1公分的缝份，然后往另外一边折。这样子缝起来之后，只要翻折起来就可以好好收边了。只要把这个包边带或滚边条收起来，最后一条线了，我快中暑了。这样子往内折2次，然后再缝1条在下面这边，就好了。还要再烫过，应该是熨斗让整个房间变得更热。我现在全身是汗 ，MTT。最后一条就沿着这个缺口缝1条平针，然后把它烫平之后，稍微手缝固定一下领子，就完成了。虽然没有100%复制出我喜欢的那一件洋装，但是这一件感觉也不错啦，非常轻松。这个领子我觉得还不错，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这件衣服从烘衣机拿出来的时候超级皱的，每次都这样，制作满分，呈现0分。今天这集同样谢谢大家收看，也谢谢大家持续的订阅、持续的按赞、持续的留言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做出更多就医改造的影片的。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